婆婆嫌弃我生不出孩子，明里暗里说我没用。老公的事业我帮不上忙也就算了，孩子也不生。我看见在旁边暗暗点头的老公，反手把他送给了有儿子还离异的女领导，让俩人互相折磨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婆婆又来找事了，一天天的没有孩子照顾，怎么还起不来给我们做早餐？你那个工作也赚不了几个钱，干脆辞职回家伺候我得了。这样的事在我家每天发生不下3次。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说一遍，下班回家的时候说一遍，晚上睡觉前趴在卧室门上说一遍。我利落的洗脸护肤，然后回房换衣服准备上班。妈，你省心吧，我跟陈坤已经商量好了，现在先拼事业，等过2年就会要孩子了。韩秀兰爆发出一声尖锐的嚎叫。什么？还要过几年？过几年你们都30多了，不行，最近就要孩子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可是碍于她是老公的妈，还是走上前搀扶住她。妈，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就说好的呀，现在真的不能生。我以为她是担心我和陈坤年纪大身体不好，到时候会遭罪，可没想到她直接将我推开。那时我以为你们结婚半年左右才准备，没想到这都3年了还不生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生有的是人给我儿子生。我愣了一瞬，韩秀兰也愣了一瞬，随后赶紧放下架子跟我解释。妈就是着急，你跟陈坤要抓紧了，本来你们年龄就不小了，以后再生对身体不也损害很大吗？我见他语气诚恳，正准备问问他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当了半天空气的陈坤从卧室出来。走吧，妈就是那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听说今天新上任的总裁会来视察，咱们早点过去。想到即将到来的新总裁，我也提起了几分担心，拿着包匆匆离开。我跟陈坤是一起进公司的，我们俩本来就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又一起收到了公司的 offer， 在日常的相处中慢慢产生了感情，于是在毕业的1年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眼下打了上班卡，我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办公。有个很难缠的客户，拖了1个月还没签合同。大家过来一下，开会。我们部门基本不在早上开会的，疑惑间我带上笔记本跟了上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公司新任的 CEO 任泽，这是我的邮箱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向我汇报的都可以发邮件直接给我。这么好，以前的领导我都不知道邮箱号码的。组长简单介绍了我们几个，又着重点了我的名字。这是我们公司的骨干，拿下的单子从来没有出过问题。我在公司有4年了，谈成的单子也确实不少，不过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，不然现在也不能还是个小小的业务员。任泽又说了些激励的话，就让我们回去工作。临走前我转头，却看见他盯着我的背影发呆。怎么？有种熟悉感。我跟老公回到家还没脱鞋，婆婆就把老公扯到一边嘀嘀咕咕。等我点了外卖，2人才从次卧出来。小优，怎么还不做饭？陈坤面无表情看向我，像是在例行公事。今天工作太累，不想做饭，我点了外卖，一会就能到。陈坤点点头，进了卫生间。结婚前我就听说过一句至理名言，属于男人的空间只有车和厕所。我们家的车是我在开，陈坤只能选择厕所。我还在研究这个所谓真理的科学性。我的婆婆劈头盖脸就对着我一顿骂。你说你上班，早饭不做也就算了，
晚上回来也不做饭，你是想饿死我吗？我不知道他发的什么疯。3个月前他还没来的时候，我跟陈坤一直就是这样生活的呀。我不是点了外卖吗？不会饿到你的。他见我反驳，气急败坏。点外卖就知道点外卖，不会就是外卖吃多了你才怀不上孩子吧？他质疑地在我身上打量，我无语扶额。妈，咱们不是说吃饭吗？怎么又扯到生孩子上面了？他伸出手指着我，口水四溅。我们家陈坤给你吃给你住，你不生孩子也就算了，现在连饭也不做了。你是想怎样？想让我们家陈坤白养你吗？我这才意识到他是单纯想找茬，也放下了客气的心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车的首付也是我付的。说起来，还是你住在我的房子里鸠占鹊巢呢。陈坤不知什么时候从卫生间出来，走到我的身后。小优，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他冷着脸呵斥我。婆婆韩秀兰像是得到了支持一样，瞬间挺直腰板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老婆子在这里一天，你就得伺候我。我看着脸色不停变换的陈坤，又想起今早韩秀兰说的话。他向来不是个能憋住话的人，一般有啥说啥。住进来的3个月，我们大大小小吵的架我都数不清。可陈坤不是，我们本来就是因为相同的经历才在一起的。要说感情，也没多少。他追我，条件也还不错，我就答应了。见过父母之后就直接订婚，一直到结婚也没出什么问题。现在看来，他的心思才是那个不少的。我家就在本地，又是家里受宠的独女，我当即收拾东西就离开了。下楼的时候又遇见正好送过来的外卖，也一并带上，绝不给那对母子占便宜。我回家的时候，爸妈都在。饭桌上，我打开外卖，跟他们聊起了我的怀疑。什么？他竟然敢这么说你？看来我还是太心慈手软了。我妈见我疑惑，这才解释道：当年要不是看陈坤有上进心，妈觉得你也挺喜欢他的。那韩秀兰找上门来说他家拿不出彩礼，我跟你爸商量了一下，也就同意了。没想到我结婚3年了，才知道自己当年是没收过彩礼的。又想到那对母子住着我的房子，还欺负我，我就能多干2碗饭。小优，妈说的可能你不爱听，不过你毕竟已经结婚了，如果是因为你那个恶婆婆，忍忍也就过去了，没必要伤了夫妻情分。其实我自己也知道，要不是韩秀兰做得太过分，我也不会直接甩脸子走人的。不过回都回来了，当然还是在家住了。正好明天是周末，不用见恶婆婆，又能睡个好觉，两全其美。我吃完饭就回了自己的卧室，熟睡中，我突然听见惨叫一声。我说懵了，还以为是婆婆又搞事。出去才发现是我妈，脸色惨白地拿着手机。你爸跑去找陈坤算账了。完了，我就说怎么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爸一反常态也不搭话，还以为是有心事，没想到是在憋大招。我瞥见厨房里的菜刀早已消失不见，知道现在情况紧急，赶紧套了个衣服就跟妈妈出了门。回到熟悉的地方，一进门就看见躺在地上的陈坤，脸色煞白，右手手臂还在不停地流血。婆婆韩秀兰正抱着他破口大骂。视线一转，我爸正坐在沙发上，手上还拿着刀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没在家睡觉？我爸就是这样。小学的时候，班上有个男孩子欺负我爸连续1周放学就跟着吓唬他，一直到那个男孩撑不住了，带着父母上门道歉，他才歇了心思。
还笑嘻嘻地说奖励我去游乐场。我妈也是一阵后怕，冲上去狠狠捶了爸爸2拳，随后又跟我婆婆低声下气地道歉。我把我妈拉到一旁，从家里常备的医药箱里找到碘伏棉签和纱布，简单给陈坤包扎了一下。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，不生孩子不做饭，还让你爸来打我们陈坤。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孽，让你进了我家的门？今天你们家一定要拿出个说法来，不然我就报警，让警方来治你们。天杀的祸害，欺负我们陈坤是外地人，平常在家就被你又打又骂，现在直接动刀子，有你们这样的亲家吗？现在是11点多，很多邻居都睡了，被他的大嗓门又嚷嚷起来，还让不让人睡觉啊？再吵就报警告你们扰民！婆婆不情不愿地低骂了声。我见缝插针，赶紧说道：妈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咱们坐下来好好谈。陈坤生人勿近地拉着脸回卧室整理伤口。我要上去帮忙，也被他推了出来。哼，就你这种女人，我们陈坤说不要就不要，还以为自己多能耐呢，还回娘家搬救兵。今天我就把话放这，你这个媳妇，我们家不要了。韩秀兰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。我相信屋里的陈坤是听见了的，可听见这么严重的原则性行为，他却没有出现。我爸蠢蠢欲动，我妈则死命地压着他。我竟出奇的冷静，你是认真的？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陈坤的意思？韩秀兰倨傲的神情在看见后面出来的陈坤时顿住了。够了，这些话以后也不要再说了。你不是。闭嘴！在陈坤的怒视下，韩秀兰愤愤不平地回了次我。我妈就是嘴上的理不饶人，她还是好的。许是她胳膊上的伤流血太多，以致脸色苍白，就连眼底也尽是冷漠。我嘱咐了她好好休息，跟着爸妈回了家。只是陈坤一贯脾气很好，自从韩秀兰来了之后，更是让我时时忍让。今天竟然用那种语气跟他说话。这边我妈翻了个白眼给我爸，直接转身回了屋子。我爸今晚可能又是睡书房了。我看着他们的相处模式，陷入了沉思。会不会是我看惯了这样的相处，而忽略了经营我自己的家庭？我将自己的反思编辑了长长的小作文给陈坤发过去，没收到他的回复，便决定第2天早上再过去看看。没想到我一早回家的时候，老公跟婆婆竟然都不在家。借着这个机会，我在家中装了摄像头，想着是趁机观察自己的言行，如果有哪里不太合适的地方，尽早改正也是好的。毕竟现在我有自己的小家庭了，还是要更专注自己家才对。只是没想到，这监控还有别的作用。我难得下厨，准备了一大桌美食，都是陈坤爱吃的。结果等到中午，他们2个也没有回来。我给陈坤打了个电话，接起来的是韩秀兰。你还知道打电话？我以为你早把我们陈坤忘了。我顾不上搭理他阴阳怪气的论调，赶紧询问陈坤的状况。他好着呢，现在在跟他的直属领导吃饭，肯定是被领导看入眼了，要提拔陈坤呢。不跟你说了，你个丧门星！听筒传来嘟嘟的声音，我却犹未可知。陈坤的直属领导可就只有一个，就是离异带娃的张姐。离异带娃什么的跟我也没关系，主要是这个张姐，我不止一次看见她跟陈坤谈话的时候，整个身子都快贴上去了。陈坤也跟我抱怨过，这个女领导丝毫没有分寸感，经常跟男同事打打闹闹。可现在他们怎么就突然吃上饭了？
再联想到韩秀兰不止一次说我很快就不是他们家媳妇这种话，真相呼之欲出。我看着眼前的一桌子菜，只觉得良心喂了狗。随后直接将菜打包，又拿了些衣物和常用品回了家。直到天色变暗，监控画面里才出现了2个熟悉的人影。你看，那个贱人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亏你还觉得自己做得过分，人家根本就不关心你，你呀，就是太实诚了。镜头里的陈坤点点头，最后的一丝愧疚都消失了。反正我跟张姐摊牌了，她说她也很喜欢我，只是咱们可不能就拿那一半的财产，我一定要让她大出血，就当是欺辱我这3年的报酬了。我欺辱她？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韩秀兰则是一惊一乍地叫喊起来：什么？她敢欺负你？她怎么欺负你的？妈改天给你找回场子来。正好，我也想听听，我到底是怎么欺负她的？还不是耍她的大小姐脾气。今年我不就是不记得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吗？她竟然直接要我立刻去把承诺的礼物买上。我加班加到8点，本来就累得要死，还得跑去商场将礼物买回来。还有妈，你刚来的那次，说我没有把提前准备好的次卧收拾出来，这本来不就是她一个女人家干的事吗？凭什么指使我干？还说什么是我妈来，不是他妈她不用管。还有一次，张姐非要缠着我喝酒，我躲不过被强迫喝了几杯，结果衣领蹭到了张姐的口红。晚上回来，我还要忍着头疼给她解释，妈，我真的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了。韩秀兰早就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了。那个贱女人竟然敢这么对你，妈一定给她好看。可怜的儿啊，你这是受了多少委屈呀？我在屏幕前看着母子俩抱头痛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那个恶人呢。结婚纪念日记错也好，承诺好的礼物没有拿回来也好，可关键是前一天就是他的生日啊，怎么不见他忘记自己的生日？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忘记结婚纪念日了。自从我们结婚起，每年的结婚纪念日他都不记得，却从没忘记在前一天他的生日上跟我索要昂贵的生日礼物。还有韩秀兰来要收拾房间，我那几天正赶上一个新客户要方案，我只能加班加点的赶。那几天我甚至没有睡过一个好觉，更别说次卧我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只需要他去买一些常用物品，将卫生再打扫一下就好。结果现在在他们嘴里就是我什么都不干，全推给陈坤。衣领上多了口红印那次，他回家给我解释了之后，我就全当什么也没发生。毕竟他们的年龄差了将近10岁，我根本没有什么想法。他一进门就上赶着解释，之后我专门买了解酒药，又熬了粥给他喝上，忙碌到凌晨1点多才睡下。最后竟然变成了我强迫他解释，还对他不管不顾。好样的！周一的公司例会上，我看见了人群后四处张望的陈坤，他也看见了我，却并没有跟我打招呼的打算。我们俩的关系在公司里不是秘密，同事也好奇地问我，没事，最近闹了点小矛盾而已。小矛盾？真的只是小矛盾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是陌生人呢。张丽的脸上满是不屑。张丽就是陈坤的那个女领导，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事，外人就不要掺和了。我绕开他准备回办公室，经过他旁边时却被他叫住。陈坤没有跟你说吗？周6那天下午，他跟我在一起。我管他跟谁在一起呢？反正很快就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我的无语被他视为胜利的旗帜，扭着快扭不动的腰肢走过来。我劝你赶紧跟他离婚，
早点把位置腾出来，别占着茅坑不拉屎。我也不用这么上赶着吃屎吧。不过被人欺负到这份上了，我也不会再忍气吞声。听你这意思，应该是跟陈坤已经有一腿了。他答应了你什么？你怎么上赶着呀？这个问题我确实很好奇。你，别以为能套出我的话来，你还嫩着呢。我听出一丝不对劲，把他扯到没人的逃生通道。是不是陈坤说我不愿意离婚，才派你来当这个坏人？首先我呢，是非常愿意离婚的，但是他根本没跟我提过呀。这些天我们连面都没见过。他睁大双眼，不可思议。不会的，他跟我说是你不愿意的，怎么可能没提过呢？不愧是久经职场的前辈，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，瞪了我一眼，甩袖离开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却也明白过来，陈坤应该是还有什么打算，不然也不会这么拖着。心情不好，在这躲着干嘛？我抬头就看见了一张陌生中透露着一丝熟悉的脸。来人正是仁泽。看来你还是没想起我是谁。你还记得高中你那个小胖子同桌吗？小胖子同桌，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不过我怎么记得不是这个名字。一转头正对上他幽怨的眼神。我改名字了，高中毕业后就努力减肥来着，倒也不怪你认不出我来。我尴尬的点点头，就当是想起来了吧。你怎么会来我们公司？我开始没话找话，因为这个公司我收购了。哦，收购了？啊，收购了？我震惊地看向他，不敢想象眼前的人竟然如此有钱。对，我大学的时候创业，赚了点小目标，后来打听到你，反正最后就收购了。我没听见后半句。但是大学时候创业，还赚了点小目标。点小目标，都是人，怎么差别就这么大？天底下的有钱人这么多，多我一个怎么了？仇富心理瞬间占据我的情绪上风，我撂下一个白眼，落荒而逃。下班之后，我久违地回到了家。陈坤疑惑了一下，当作无事发生。可今天被有钱人激到的我不行，也懒得再跟他装。陈坤，你是不是想离婚？陈坤讶异于我主动提出，转头却熟练地换上一副委屈样。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？我们不是约定好不会轻易提离婚的吗？我们还约定好，出轨的人先自宫呢，你怎么还没自宫？我直接呛声。韩秀兰听见我说话，又蹦了出来。你这个贱人，将我家陈坤欺负这样，现在说离婚就离婚，肯定是你在外面找了野男人，我打死你这个贱人！不知怎地，他说野男人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竟然浮现出任泽嘴角噙笑的样子。我失神了片刻，就被眼尖的韩秀兰看见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被我说中了吧？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贱人对不起我们家陈坤，现在看你还怎么狡辩！我躲开他丢过来的抱枕，大吼出声：够了！陈坤，你跟张丽的那点事不用我多说了吧？还是说一定要我捅到人尽皆知才行？陈坤心虚地转过头，又像是想起什么一样不装了。那你也得拿出证据才行，总不能你空口白话就断定我出轨吧？看这情况是早就跟张丽商量好了，恐怕两人的聊天记录也找不出任何不对来。我得冷静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你先搬出去吧。这个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我不让你们住没什么问题吧？韩秀兰又要喷粪，我先行一步躲进卧室，将陈坤的东西一股脑扔出去。两人见我做事很绝，骂骂咧咧出了门。远远的还能听见韩秀兰在小区对我大骂。我以为我起码能消停些日子，
没想到才过去1周，我家就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哎呦，这是我们家陈坤的领导，专门来看望他呢。对呀对呀，我家陈坤最近很得领导器重嘞。周末大清早，我就被楼下叽里呱啦的声音吵醒。我拉开窗帘，正是韩秀兰那个大嗓门。为了避免她扰人清梦，我专门戴了个耳塞睡觉。砰砰砰，大门被拍得哐当响。还没离婚，韩秀兰就有到处瞎咧咧的资格。为了避免麻烦，我只能下床开了门。哎呦，这都几点了，还睡呢？就这叫养成天庄，什么大小姐？韩秀兰拨开我，后头陈坤和张丽也跟着走了进来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不是说了这是我家吗？没什么事就赶紧走。陈坤拦着我，指了指次卧，我们来拿些东西，顺便跟你聊一下离婚的事。离婚？说这我可就有精神了。怎么分？我们没有孩子，能分的也就是婚后的共同财产。还能怎么分？当然是房子、车子和存款一人一半呐。我看了眼吊着眉眼看热闹的张丽，一人一半，想得真美。咱俩的共同财产，你懂是什么意思吗？房子是我全款买的婚前财产，车子是我付的首付，还有30万的存款，你想一人一半？做梦呢不是？张丽握住陈坤的手，制止了他的辩解。就算房子我们不要，车子和存款总是要分的吧？车子的首付我付了12万，平时也大多都是我在开，贷款倒是陈坤还的。可以呀，你想怎么分？车子我不要，你把存款都给我。陈坤急急忙忙说出他的诉求，不要车子，只要存款。其实也不是不行，但他出轨在先，算计我在后，我怎么可能再让他拿这么大一笔钱？而且只要钱，不会是想要尽快办婚礼吧？这么着急办婚礼，难不成是已经怀上了？我好像发现了盲点，到底是不是一会是一试不就知道了？我借口有事出了门，又在出门后不久给韩秀兰打了个电话，说小区门口理发店的卡快过期了，我准备直接退钱。果然，韩秀兰不到5分钟就赶了过来。我装成一副懒得跟她扯皮的样子，随后将会员卡丢下，又提前1步交代给托尼老师，一会给韩秀兰用最贵的东西，只管让她享受就好。反正会员卡里就剩10块钱，她还得付额外的花销，那10块钱就当施舍给路边的流浪汉了。我看着她开始做头发护理，才躲到没人的地方，打开了房间的监控摄像头。家里只剩下热恋中的2人，天雷勾动地火。我起身上了个厕所的时间，2人就到一块去了。可惜了我的大床，画面实在不好描述。我只能说，这个房子我都不想要了。终于熬到2人结束，坐在沙发上聊天。都怪你，一点也不注意，要是伤到宝宝可就不好了。陈坤抱着张丽嘬了一口。你这样的大美人在我面前，我怎么能把持得住啊？那我还是不是男人了？这是已经怀上了。想到自己早就被绿，一时有些恶心。张丽虽然比陈坤大了10几岁，但是长期的保养让她的身材和脸蛋看起来也就是30左右的样子。也难怪陈坤会选择她，不仅在事业上能帮自己一把，家庭方面还能给她生个孩子。就是不知道张丽那个已经上高中的儿子同不同意。隔天上班的时候，张丽又来找我，说的还是要赶紧离婚，赶紧分财产。看她的着急样，好像真的是害怕孕肚明显。直到我偶然间在公司厕所里看见她扔的卫生巾。就算是我没生过孩子，
可这样的常识我也是知道的，所以她根本就没怀孕。之所以这么肯定，是因为那天打扫公司厕所的刘姐前脚才收拾了厕所，我着急上却被她抢先一步。拿捏住把柄的我，这下更不着急了。我的房子已经委托给中介出售了，我的意思很明确，就是要陈坤净身出户。可我没想到韩秀兰又跑来作妖了。下班才回到小区，我就看见韩秀兰拉着我妈大吵大闹，靠近几步才听见是在跟邻居吐槽我，就是这家的闺女，整天待在娘家，拖着不跟我儿子离婚，谁知道是不是外头已经有了人。这家人不仅不好好教导他们的女儿，还上门持刀行凶，把我儿子的胳膊都砍伤了，我儿子到现在都不能提重物呢。我可怜的儿子，怎么当时就找了这样一家人来结亲，现在被家暴还不离婚？老天爷，你真是要逼死我呀！他的撒泼很有效，眼见周围的邻居开始对我妈指指点点，我赶紧跑过去推开他。难道不是你儿子着急娶小三？我的条件早就说得很清楚了，是你们不同意离婚，现在又来闹什么？韩秀兰神情激动，你让我儿子净身出户，你想得美！到这份上，我也不藏着掖着。外面的已经怀上了，你们要是不同意，那就以后大着肚子结婚喽，反正我不着急。周围的邻居也明白过来自己是被当枪使了，纷纷指责韩秀兰没良心，自己做错事还想道德绑架受害者。韩秀兰说不过，灰溜溜地跑了。我瞥见我妈灰败的脸色，看来这个张丽没什么本事啊，还得我来加把火。我主动找到她，你没怀孕是吧？她神情闪躲，佯装生气。你自己生不出来，就不要怪别人怀上，这样的嫉妒也太低级了吧。我拿出厕所那张用过的卫生巾的照片摆在她面前。我们的目的一样，合作一把呗。证据确凿，他也没法狡辩。我想要的是陈坤净身出户，什么都带不走。而张丽想要的是陈坤这个人。虽然我不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，但目前来看，我们俩完全可以实现合作共赢。第二天，陈坤就来找我说愿意净身出户了。他什么都没要，我们拟好协议，就直接去了民政局。1个月后，我俩顺利离婚。隔天，他和张丽就举行了婚礼。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。离婚后的我简直一路开挂。之前本来就积攒了很多经验，再加上新的项目负责人直接点了我做帮手。项目一结束，我就收到了升职的通知，不仅一跃成为办公室主任，还是下一任经理的候选人。人则跟我提过一嘴，短时间内职位升得太快，终究不太好。我自然知道，做了几年的冷板凳，我早就学会什么叫宠辱不惊。半年后，在替公司争取到新的供应商之后，我被破格提升成了经理。人则说，这次再不给我升，可就真没道理了。开完庆祝会，我慢慢地走回小区。小优，小优，我好想你呀！我最近一直在学一些格斗技巧，虽然算不上精通，可是下意识的自保反应还是有的。我一个闪身，抬脚就踹飞了眼前的男人。那股酒劲散了，我才看清眼前的人。才半年多不见，陈坤整个人消瘦了不少，胡子拉碴，不修边幅，身上的衣服也皱皱巴巴的，说是流浪汉，恐怕也没人否认。小优，是我呀，陈坤。我现在后悔死了。张丽自从跟我结婚之后，不做家务，不做饭。我以前也很少做饭啊，家务也是偶尔心血来潮会收拾一下，这也值当说。关键是他自己不做，就逼着我做。
我点个外卖也要被骂半天，还强迫我给他还在上高中的儿子做营养餐。前段时间直接替我把工作辞了，说是这样就可以全力照顾家庭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说到这里，他的神色有些癫狂。她根本就没有怀孕，他是骗我的，还专门买了假肚子。要不是我做家务的时候不小心发现，到现在还被他蒙在鼓里。他还骗我说我们的孩子在6个月多月的时候没保住，为此还将我痛骂了好几天。没想到他从开始就计划好了让我背这个锅。我听着有趣，就搭了一句话：那你怎么还不跟他离婚？陈坤见我说话更生气了，还不是他根本不给我钱花，瞒着我把工作辞了，又把我妈给送回老家，还引诱我妈爱上打麻将。每次输了麻将，他就把我骂一顿，然后再给我妈转钱。我妈根本就不让我跟他离婚。我压下翘起来的嘴角，又多嘴问了一句：那你妈咋不说要孩子了？不是催着你一直生孩子吗？陈坤神色一正，落寞下来。其实我也是才知道的，原来我根本就不能生。公司体检的时候，张丽看到我的报告，知道我的种子质量很差，所以才选中了我。体检好像是我入职1年多公司统一组织的，检查项目还挺全的。没想到张丽那个时候就打起了陈坤的主意，他就是为了找一个免费的保姆，想让我照顾他儿子，还不用给我生，每天就是压榨我。小优，我后悔了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原谅我吧，小优。我看着后面渐渐靠近的熟悉背影笑了。我也想原谅你，可你没离婚啊，我怎么能跟你在一起呢？我们俩呀，就是没有缘分。陈坤还要说什么，突然被揪住耳朵。你想跟老娘离婚？门都没有，大晚上不在家做饭，跑这来作死，你看老娘回家不打死你！张丽给我使了个眼神，随即拖着陈坤的耳朵渐行渐远。隐约还听见陈坤的反驳：不是我，是他勾我的，我就是路过。呵呵，路过到我小区了。陈坤这种人，以前就会躲在他妈背后叫嚣，对我的不满也从来不会主动说出来，而是在背后编排造谣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而我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仁泽最近很不对劲，我一向直来直去，在他再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抛媚眼的时候，我直接反手一个巴掌甩到他身上。你到底要干啥？能不能直接说？仁泽愣了一下，脸上浮现出可疑的红晕。你看不出来我在追你吗？说实话，他不说的话，我还真看不出来。我拒绝。为什么？因为单身生活太美好，我不愿意那么快结束。仁泽沉思了一会，像是下定决心的样子。行，那你等不想单身的时候，能不能先考虑我？仁泽不可否认很有魅力，不仅是人，更是平常的处事风格。说实话，我还挺喜欢这类型的男人，尤其是我在处理自己的家事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动不动就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而是在我彻底找回自我的时候才慢慢接近，让我感觉他的分寸感拿捏得很好。鬼使神差的我嗯了一声，仁泽也愣了，将我打发出去之后，同手同脚地在办公室绕了好几圈。他难道不知道办公室的玻璃是透明的，外面都能看见吗？新入职的实习生好奇地问我：姐，任总这是怎么了？你又给他签大单了？我有些脸红，但很快镇定下来。不知道，犯病了吧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